各位老铁粉丝，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让设计更简单。那么这期课程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凸轮分割器圆周布局的这样一个场合，如果涉及到压装，我们如何防止这个大转盘承受这个压装力，从而损坏这个凸轮分割器？好，稍等一下。首先呢，这个凸轮分割器呢是由一个立体圆柱凸轮与多个凸轮随动器组合而成的。那么通过这个凸轮槽口与随动器的之间的一个配合呢，使咱们的这个随动器转盘呢发生一个间歇性的运动。大家看，如图所示，每当我这个主动轴呢旋转一整圈，那么这个凸轮随动器的大转盘呢就旋转1个宫位的角度。那么此凸轮分割器为一个6宫位的凸轮分割器，即指我的主动轴每旋转一圈，我的随动器转盘呢要旋转60度。那么我们今天所讲解的案例当中呢，为一个4宫位的凸轮分割器。好，众所周知，这个凸轮分割器呢，它往往呢会连接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大板啊。那么这块板呢，一般是精光板啊。这个加工成本呢，以及对这个精度的要求呢，都非常高。那么我们会在它各个宫位呢，去安装一些载具如视频当中所示那么这是一个4宫位的凸轮分割器。那么该凸轮分割器呢，每旋转1/4圈要进行一次定位停止。也就是说呢，凸轮分割器它的运行呢是由这个运动时间以及呢停止时间组成的。运动时间呢就是负责带着这个载具是吧，从上一宫位这样传送到下一宫位。那么定位停止的时间呢是方便你的每一个宫位，我要对这个产品呢进行这个工艺上的实现那么如模型当中所示，这是一个凸轮分割器的压装宫位，就是我们呢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压装，那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看，我这块板是吧，它整个下面都是空的如果直接压装的话，我这个力长时间的作用在同一侧，那么很快这个板就会变形，那么这个凸轮分割器的连接部分呢也会撕裂开。那我们可以如何去完成这种卸力呢？好，今天教大家一招刚才视频当中同学们也看了是吧？当我这边冲压下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呢这个位置会给它放一个承重的一个平台那么下面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卷纸防止这个往下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力过于大以及产生的噪音和震动那么我们凸轮分割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弹簧呢它就是这种撑开的一个状态此时呢把这个板给顶升上去，那么下面我用这样一个抱箍，也叫什么固定环去做一个限位，防止这个平台被弹出。当我压装的时候怎么样？那么我这个平台呢整个是只承受这个弹簧的一个力是吧？那么弹簧的力并没有多大，那么更多的这个压力全部由什么下面这个承重台去承受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使用到凸轮分割器时，我们如果需要对产品压装，那么如何去卸掉这样的一个压装力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